在现代社会，我们习惯了用公里来计算距离，但在地球的某些角落，距离的单位不是公里，而是等待的时间和冒险的代价。我们往往认为只要有机场，就没有飞不到的地方，只要有港口，船只就能随时靠岸。但在我们即将探访的这些城市，这些常识统统失效。这里的偏僻意味着你必须向最严酷的地理环境低头，甚至要穿越战火与封锁线。试想一下，要抵达一个目的地，你可能需要搭乘运送水泥的破旧货船，还要在海盗出没的海域航行数日，不仅要面对印度洋的季风，还要时刻提防战争带来的航线熔断。又或者你要去的地方，一年中有整整9个月被厚重的海冰彻底封死，船只都无法靠近，唯一的出路是一架在暴风雪中摇摇欲坠的直升机。一座拥有10几万人口的大城市，它明明坐落在大陆上，却没有任何一条公路能通向外部世界。要想去那些地方，要经历的不仅仅是一次长途旅行，更是一场对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即便如此，依然有人世世代代坚守在那里。本期我们将走进全球5大最难抵达的偏僻城市，让我们去看看，当路到了尽头，人类是如何在这些被上帝遗忘的角落生根发芽。既然我们要聊偏僻，那第一个要讲的地方必须是偏僻的祖师爷。在南大西洋的中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火山岛，叫特里斯坦达库尼亚。而这个岛上唯一的一个有人住的村子，名字听起来特别气派，叫七海爱丁堡。这个名字听着像是个繁华的大都市，但你千万别被它骗了。这里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过的世界上最偏僻的人类定居点。它到底有多远？给你个概念，它离最近的南非开普敦有2800公里，离南美洲海岸也有3000多公里。这就好比把你扔到了太平洋的正中心，四周茫茫一片，除了水还是水，去那里的路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首先，这里没有机场，别说客机了，连能降落小型飞机的跑道都没有。想去那儿，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去南非的开普敦码头蹲点。为什么要蹲点？因为去岛上的船一年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9班，通常是南非的极地科考船，或者是负责运送龙虾的渔船。一旦错过了这几班船，你就在岸上再等2个月吧。就算你运气好挤上了船，折磨才刚刚开始。船要在著名的咆哮西风带里航行整整6到7天，有时候风浪太大，得晃荡个10天半个月。那里的浪头都有几层楼高，别说运船了，很多人在船上吐得连胆汁都快出来了。但最绝望的还在后头，当你在海上吐了1周，终于看到那个黑乎乎的火山岛出现在海平线上，以为终于能脚踏实地的时候，船长可能会突然告诉你，对不起，今天浪太大，靠不了岸，因为岛上连个像样的深水港都没有，大船只能停在离岛几公里的深海里。然后岛上的人会开着一种叫祖迪克的小象皮艇出来接你，这就像是在惊涛骇浪里玩杂技，必须看准2个大浪之间的间隙，从大船跳到小艇上。如果老天爷不赏脸，浪高超过了安全线，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近在咫尺的岛屿，根本上不了小艇。经常有船到了门口却不得不原路返回开普敦的惨剧。这就是七海爱丁堡给外来者的下马威，进不进得来，不看钱，看命。岛上住着200多号人，哪怕是在2026年的今天，他们过的依然是办公社性质的生活。这里的地标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块巨大的土豆田。在这个岛上，没钱没关系，如果没有土豆才心慌，因为补给船如果不来，土豆就是保命的口粮。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土豆地，对于他们来说，种土豆、收土豆是全岛的头等大事。这里的人际关系也简单到了极致，全岛一共只有7个姓氏，大家往上数几代，全是亲戚。这也带来了一个沉重的代价，
那就是近亲遗传病。因为几百年来只能在这么小的圈子里通婚，岛上很多人患有哮喘和青光眼，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愿意离开。1961年的时候，岛上的火山突然爆发，岩浆直接逼近了村子。英国政府把全岛居民都紧急撤离到了繁华的英国本土。按理说，见识了花花世界，享受了便利的现代城市，谁还愿意回那个鸟不拉屎的荒岛受罪？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2年后，绝大多数岛民吵着要回家，他们受不了现代社会的噪声、冷漠和快节奏，他们宁愿回到那个没有红绿灯、出门只能献牛羊、生了重病只能听天由命的火山口底下。在七海爱丁堡，生活虽然艰难，但那种除了大海就是我们的团结感，或许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安全感。七海爱丁堡的居民因为火山和海洋的阻隔，被动地接受了孤独。但在地球另一端的太平洋深处，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祖先是为了逃避死刑，主动切断了与世界的所有联系，把自己关进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海上监狱。亚当斯敦是皮特凯恩群岛的首府，也是唯一的定居点。它孤悬在南太平洋浩瀚的海面上，距离最近的大陆有几千公里。这里同样没有机场，而且连个像样的码头都没有，因为岛屿周围全是悬崖峭壁。现在的补给主要靠一艘叫银色支持者号的货船，几个月才从上千公里外的大溪地开过来一次。这里的常住人口少得可怜，现在只剩下不到50人，但这50个人的身份可不一般，他们绝大多数都是1789年英国皇家海军邦蒂号叛变水手的直系后代。200多年前，邦蒂号的水手发动了兵变，他们不仅劫持了船只，还带上了一群从塔希提岛掳来波利尼西亚女奴。最后，他们逃到了皮特凯恩岛。一上岛，为了断绝所有人的后路，他们一把火烧掉了邦蒂号。那群叛变的水手后来为了争夺女人和土地，还展开了血腥的自相残杀。这场内讧持续了几年，最后岛上只剩下一个名叫约翰·亚当斯的成年男人，还有10个女人和一群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如今的亚当斯敦人就是由他们繁衍而来。在这里生活，你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透明感。村子里没有陌生人，甚至没有秘密。谁家今天吵架了？谁家晚上吃了什么？消息一出，半小时内全岛都知道。你走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不仅认识你，甚至可能都能背出你家的族谱。亚当斯敦人在岛上养蜜蜂，生产出了号称世界上最纯净的蜂蜜。他们还卖印着邦蒂号的邮票给全世界的集邮迷，以此来换点生活费。岛上没有像样的餐厅，没有电影院，唯一的娱乐可能就是那家一周只开几个小时的综合商店。因为物资太金贵，这里甚至还保留着古老的以物易物传统。你帮邻居修个屋顶，邻居给你一罐自家酿的蜂蜜或者刚捕上来的鱼。走在亚当斯敦那条唯一的水泥路上，看着路边那些生锈的铁锚和100年前的老房子，你会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感觉。这里不是为了度假而存在的，它是人类为了生存和赎罪，从大海深处硬生生凿出来的一个避难所。如果说亚当斯敦的故事充满了罪与罚的沉重，那么在太平洋的更西边，有一个地方，它的孤独更加纯粹，也更加野蛮。那里没有英国水手的火枪，却有着更古老的石头堡垒和残酷的部落战争记忆。那里就是被现代航海图遗忘的角落拉帕伊地。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复活节岛，那里的巨大石像闻名世界。复活节岛的当地名字叫拉帕努伊，也就是大拉帕。既然有大拉帕，那肯定就有小拉帕。没错，拉帕伊地岛就是那个小拉帕，它藏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最南端，是一个地图上还要放大好几倍才能看见的小黑点。从空中俯瞰，拉帕伊地长得非常奇特，像一把弯弯的镰刀，中间包着一个巨大的海湾。
其实那是一个沉入海底的死火山口。如果说前面的城市难去，那拉帕伊蒂简直就是隐形的。这里没有任何机场，也没有旅游航线，唯一的进出方式是等待一艘叫图哈派4号的货轮。这艘船主要任务是运货，顺便捎带几个乘客。它每个月只来一次，有时候遇到天气不好或者船只检修，甚至2个月都见不到船影。当你好不容易踏上这片土地，你会看到一个个奇怪的废墟，它们就像是石头堆砌的城堡。当地人叫它帕，他们曾经是外来者的堡垒。在那个还没有欧洲人到来的年代，这个小小的岛上竟然挤了2000多人。因为人多地少，种芋头的泥地不够分了，为了抢口吃的，岛分成了10几个部落，大家互相打仗。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爬到高耸入云的山顶上，用石头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堡垒。即使是到了今天，你爬上最高的莫隆歌乌塔，看着那些扼守险要关口的石墙，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紧张感。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就散了，走在拉帕伊蒂的小城里，你最先听到的是歌声。每到周日或者有什么大事，全岛的男女老少都会聚在一起，他们不看乐谱，也没有钢琴伴奏，就这样张嘴就唱。这是一种古老的波利尼西亚复调唱法，声音层层叠叠，苍凉厚重，在空旷的教堂里回荡，穿透力极强，仿佛能直接跟海浪对话，跟祖先对话。这里的生活节奏慢得让人发慌，当地人最大的活动就是吃饭，但这饭吃的可不简单。他们会挖一个巨大的土坑，烧热石头，把芋头、鱼肉用香蕉叶包好埋进去焖熟。这种古老的地炉大餐是岛上最重要的社交活。孩子们在冒着热气的土堆旁奔跑，大人们围坐在一起剥芋头。在这里，没有人谈论房价，没有人焦虑 KPI， 他们唯一担心的可能就是下个月那艘送物资的货船会不会因为浪大而晚点。离开太平洋，我们将前往印度洋的腹地。如果说拉帕伊蒂的偏僻带着一种被时间遗忘的苍凉，那么下一个城市则是因为长得太怪而显得格格不入。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不像是地球上的东西，而且想要抵达那个外星世界，你不仅要战胜风浪，还得先穿越一片战火纷飞的海域。如果你想去外星冒险，但又买不起宇宙飞船的船票，那就去外星球的平替款也门的索科特拉岛吧。这个岛位于印度洋的西部，被称为印度洋上的加拉帕戈斯。为什么说它像是外星？因为你只要一上岛，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到了《阿凡达》或者是《沙丘》的电影片场。这里的每一种生物仿佛都在挑衅你的认知。路边随便一棵树，长得像巨大的蘑菇，也像翻转的雨伞，割一刀流出来的汁液竟然是鲜红的血。古时候的人觉得这是龙的血，能包治百病。地上的花长得像大象腿，石头缝里钻出来的黄瓜树长得像外星生物。这里的山羊更是成精了，它们进化出了爬树的本领，经常站在树梢上蔑视地看着人类。岛上 37% 的植物，90%的爬行动物都是这个岛独有的。也就是说，除了这里，你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它们。但是想要亲眼看一眼这个外星世界，你得拿半条命去换。索科特拉岛属于也门，而大家都知道，也门这些年一直在打仗，内战把这个国家折腾得支离破碎。虽然索科特拉本身相对安全，没有战火，但去岛上的路基本上就是一条排雷之路，去那里的航班经常无预警地被取消，你可能在埃及或者阿联酋的机场等到崩溃，最后被告知因为局势紧张，飞机不飞了。而如果你想坐船，那更是拿命在赌，你得在阿曼或者其他港口找一艘运水泥的破旧货船，然后在海上漂上2-3天。但这片海域可不太平，旁边就是臭名昭著的索马里，你只能坐在装满水泥灰的货船上，一边忍受印度洋的暴晒和季风，一边还得提心吊胆，
生怕海平面上突然冲出几艘快艇，快艇上面坐着拿 AK-47的海盗。就算你运气好，平安登岛了，岛上的生活也是极其原始的。首府哈迪不说是个城市，其实更像是个尘土飞扬的大村庄。当地的贝都因人过着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生活，他们住在岩洞或者石头房子里，说着一种没有文字的古老语言索科特拉语。如果你感冒了，当地人可能不会给你药片，而是给你一块从树上刮下来的红色树枝，或者是某种奇怪的草药。在这里，大自然既是风景，也是药房，更是超市。在这里旅行，你别指望住什么5星级酒店，最奢侈的住宿就是在那片像外星地表的白沙丘上搭个帐篷。但这恰恰是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头顶是没有任何光污染的天际银河，身边是几千岁的龙血树，远处偶尔传来埃及秃鹫的叫声。那一刻，你可能会觉得之前经历的航班熔断、水泥船颠簸、海盗的阴影都不值一提了，因为你脚下踩着的是地球上最后一块一星净土。从炎热干燥的火星离开，我们将一路向北，跨越半个地球。围困孤岛的不是海洋，而是一大片坚硬的冰原。那里的偏僻是被几千公里的冰雪死死封锁的绝望。在格陵兰岛的东部边缘，有这么一个小城，名字长得像乱码，叫伊托科尔托米特。你光是试着读一下这个名字，舌头可能都要打结。这个小镇只有450多个人，却守着地球上最大的国家公园。它的偏僻是一种物理上的绝对封锁，看看地图你就明白了。它周围全是几千公里的冰封荒原，一年里有整整9个月，小城外面的大海结着厚厚的冰，任何船只都靠不过去。哪怕是夏天的短短的几个月，海面上也漂浮着像楼房一样大的冰山，只有经验最丰富的船长才敢开船进来。所以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进出基本只有一条路，坐飞机。但别以为买张机票就能到这里，你得先飞到冰岛，再转机去格陵兰的一个微型机场，最后只能坐直升机翻越冰山才能进城。几趟飞机下来，机票贵得离谱不说，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一阵暴风雪过来，直升机就飞不了，你可能在半路被困上1个星期，哪儿也去不了。当你终于坐在直升机上，穿过白茫茫的雪原，第一眼看到这个小镇时，你会觉得非常不真实。在一片死寂的白色雪地里，散落着几十栋5颜6色的房子，它们颜色鲜艳的刺眼，就像是上帝随手撒在雪地里的乐高积木。刷成这么鲜艳的颜色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保命。在漫长的极夜里，这里几个月见不到太阳，暴风雪一来，能见度几乎是0。如果你迷路了，这些鲜艳的颜色就是在刺目的白色中唯一的灯塔，它能让你找到回家的路。住在这里的450个人是世界上最后的极地猎人。在咱们现代城市，出门要看天气，在这里出门不仅要看天气，还得先看有没有北极熊在附近。因为气候变暖，海冰融化，原本在海里找吃的北极熊越来越频繁地闯进镇子，他们会翻居民的垃圾桶，甚至还会攻击人。所以这里的孩子上学，那是真需要有人背着枪护送的。超市里的蔬菜和水果贵得吓人，因为全是空运来的。当地人的餐桌上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猎来的东西，比如麝牛肉、海豹肉，甚至还有鲸鱼皮。你可能会问，这么冷这么偏还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搬走？如果你有机会在冬天去那里，你会看到一种震撼灵魂的景象。整个世界没有任何噪声，只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抬起头，巨大的绿色极光像瀑布一样从头顶倾泻下来，笼罩着那些彩色的小房子。在那一刻你会明白，虽然被冰雪囚禁，但他们拥有的是整个星球上最纯粹的自由。格陵兰的小城镇偏僻是因为被冰雪封锁，但在俄罗斯的远东，有一座拥有10几万人口的大城市，
竟然也活成了一座巨大的孤岛。它明明长在大陆上，却没有任何一条路能通向外面的世界。我们习惯了世界很小，小到一张机票就能抵达任何角落，但回过头来看这5个城市，他们用一种近乎顽固的姿态告诉我们，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无法被轻易征服的距离。在这个连外卖晚到10分钟都会让人焦虑的时代，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忍受这种极致的偏僻不便？答案也许没那么复杂，他们选择留守偏僻，或许是因为无奈，或许是为了享受世界的安宁。所以这5个城市与其说是世界的尽头，不如说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他们用偏僻作围墙，把喧嚣和浮躁挡在了外面。如果真的给你一张单程票，让你逃离现在朝9晚5的生活，你是会选择继续拥抱便利的现代都市，还是敢于去这些地图的边缘，过一段真正与世隔绝的人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告诉大家哪里才是你心中最想去的避世之地。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您觉得这段旅程还算精彩，请别忘了关注、点赞、收藏、转发。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